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多数人亏钱、负债、翻不了身，都是因为做了以下10件事。看完这个影片，至少让你少走5年弯路，尤其是第8戒，很多人都吃过亏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未来3年普通人绝对不能碰的10件事，否则苦日子就要来了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1. 避免盲目贷款买房。香港首富李嘉诚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，他以超乎想象的低价抛售新建住宅，其售价竟比周边二手房还低 38%， 这一价格创下了7年来的最低纪录。李嘉诚那句广为人知的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名言，在过去10年间已多次被其决策所印证。他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商业洞察力。如今他不惜大幅降价卖楼以回笼资金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呢？实在是引人深思。事实上，贷款买房这件事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风险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骗局。在当下社会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几乎成为众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目标。毕竟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如果没有房子、车子以及一定的存款，恋爱结婚往往会面临诸多阻碍。即便女方自身能够接受，但女方家长通常也会对此表示异议。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，购买房产无疑是一生中最大的一笔开支，很可能会耗尽自己和父母积攒了一辈子的财富。然而，我们是否曾深入思考过，买房真的是必要的吗？其实，房子并非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它是银行获取利润的重要工具。银行的主要盈利途径之一便是发放贷款，而房子恰好成为了连接银行与贷款人的关键媒介。在资本的驱动下，房产这一产品应运而生，银行需要为贷款业务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。于是，高智商的银行家们经过商议，认定房子是最稳妥的媒介。他们深知人们普遍渴望拥有自己的住房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人们会不惜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，甚至在未来的30年里，为了偿还房贷而拼命工作，毫无怨言。而这种全民购房的观念也被包装成了一种美好的梦想。为了推动这一梦想的实现，银行编造了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谎言，大力宣扬房价只会持续上涨，绝无下跌的可能，从而鼓励人们贷款买房。在疫情爆发之前，经济形势一片向好，房地产市场确实让许多人收获了丰厚的利润。然而，疫情的冲击彻底改变了整个经济格局。如今，许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纷纷破裂，中国和韩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在这些国家，大量的房屋处于待售状态，房价也呈现出持续下跌的趋势。更为严重的是，烂尾楼现象频繁出现，购房者不仅要继续承担房贷的压力，还要额外支付房租，生活负担极为沉重。因此，如果有购房打算的话，建议等待3年，待经济完全复苏后再做考虑。2. 不要指望炒股致富。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而言，千万不要幻想通过炒股来实现财富自由，更不能借钱炒股，因为股市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，充满了巨大的风险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股市中的地位。作为散户，我们的对手是那些拥有强大资金实力和专业团队的庄家，如基金公司或股票行的老板。这些庄家为了获取利润，聘请了大量高学历的研究员，这些研究员
大多毕业于海外名校，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他们每天的工作流程十分严谨，早上8点半准时上班，召开早会讨论当天的投资策略。在白天的交易时间里，他们会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脑前，密切关注着股市的动态。收盘后，他们还要对当天的交易情况进行复盘，撰写详细的报告，并阅读大量的投资报告。同时还会深入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研。他们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几十个风险因子进行深入分析，反复测试和不断调整，最终从市场中挑选出具有投资潜力的股票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普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则显得十分随意，我们可能只是简单的查看一下 K 线图，或者清晰一些小道消息，甚至完全凭借运气随意挑选一只股票，然后就将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投入其中。在这样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中，我们与专业的庄家相比，获胜的概率微乎其微，尤其是在当前的股市环境下，受战争、制裁、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市场变得异常复杂和不稳定，许多公司的老板都在暗中套现。当我们普通投资者以为自己开始盈利的时候，实际上庄家们可能已经完成了出货，这就导致了市场上 88% 的散户都处于亏损状态。因此，我们在进行股票投资时，一定要对公司的基本面进行深入研究，只投资那些自己真正有信心的公司，千万不要盲目听信谣言。3、警惕金融诈骗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要被快速赚钱的诱惑所迷惑。许多人之所以会陷入诈骗陷阱，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贪婪，一心只想快速获取财富。无论是教师、医生还是银行工作人员，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的受害者。这些人并非智力低下，而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。他们明明知道某些投资机会可能存在风险，但就是无法克制自己的贪欲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我们必须学会识别各种金融诈骗手段。目前，市面上的金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，其中层层包装的诈骗方式主要分为2种类型，一种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。这类诈骗通常打着保本保息的旗号，利用老年人对金融知识的相对缺乏和对稳定收益的渴望，骗取他们的钱财。另一种则是针对年轻人的诈骗，这类诈骗往往承诺在1年内实现10倍的高额回报，利用年轻人急于求成的心理，吸引他们上钩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即使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向你推荐某些看似高收益的投资项目，你也一定要保持警惕，因为很有可能他们自己也已经被诈骗分子所欺骗。他们只是被高收益所吸引，却没有意识到背后的巨大风险。这些诈骗分子的骗局设计得十分巧妙，环环相扣。一旦你投入了第一笔资金，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他们的陷阱，不断地追加投资，根本无法自拔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，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人性中最大的弱点——贪婪。因此，我们永远不要心存侥幸，认为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你永远无法预测诈骗分子会在何时卷款潜逃，可能是下个月，也有可能是明天。4、避免重资产投资和创业。千万不要大成本重资产投资，更不要重资产创业，更不要随便加盟什么生意，因为现在全球经济正在下行，世界局面也不太稳定，那些加盟生意都是很难赚到钱的。如果要创业，那就做那种轻资产的，
试错成本低，失败了也不伤什么元气。比如线上创业，做自媒体帮忙打广告，或者做 YouTube 创作者。因为现在就算是线下的实体店，也需要懂互联网思维，就是线上招生意，线下做服务，所以建议一定要先摸熟线上的模式，才开始线下，不然也只是白白烧钱而已。5年以后，普通人在传统行业里面几乎无业可创，所有大品牌已经开到小城市去了。比如星巴克连锁餐厅，当这些大品牌的手都伸到小城市的时候，你再去竞争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所以小生意人就越来越难做。你会发现，这大品牌它的营销能力更强，它的供应链成本更低，它的租金更低，更夸张的是，它连外卖的扣点都比你低，它各方面都比你强。所以你个人创业，当你面对这样的品牌，一点机会都没有，它是从全方位的碾压你。所以你在小城市创业一定要低成本，一定要想的是你怎么能快速在半年或者1年之内回本。5. 不要过度消费，在当下这个充满变数的时期，务必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，切不可过度消费，以免超出自身的经济承受范围。近些年来，世界正处于100年罕见的大变局之中，各类危机频发，如经济暴雷、病毒肆虐、局部战争等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们手中务必要留存一定的资金储备，以此来应对那些难以预料的突发状况。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，虽然货币的购买力在逐渐下降，但挣钱的难度却在不断攀升。因此，我们应尽量减少诸如购买豪车、奢侈品之类的不必要大额消费行为，更不能随意贷款消费。就拿汽车市场来说，其正面临着巨大的动荡与变革，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崛起，对传统燃油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，这必将引发汽车行业的一场深刻变革。而在这场变革中，最终受益的无疑将是广大老百姓。所以不妨暂且忍耐，等待3年，如果能够顺利挺过这段艰难时期，经济实现复苏，届时将会涌现出大量的赚钱机遇。但前提是我们的口袋里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。6. 不要轻易借钱给别人，无论与他人的关系亲疏远近，都绝不要轻易将钱借给别人，因为一旦你把钱借出去的那一刻起，就应当做好这笔钱有去无回的心理准备。当朋友开口向你借钱时，无论你借还是不借，都极有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。既然如此，选择不借，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钱财。说实在的，如今市面上有众多借贷平台都在极力向人们提供贷款，他们如此渴望放贷，那为什么你的朋友不去找这些平台借，反而非要找你借呢？原因无外乎2种，要么是他已经在其他地方借过一轮但借不到了，要么就是他觉得你好忽悠，从一开始找你借钱就没打算归还。这些人借钱的时候往往表现得极为谦卑，可到了还钱的时候却像大爷一样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甚至整个人都消失不见。所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，若非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，最好不要轻易麻烦别人，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艰辛。要知道，在这种经济环境中，你把钱借出去，就等同于将别人的风险转嫁到了自己身上。如果确实遇到有人需要借钱的情况，那么请记住借急不借穷这一原则。例如，当朋友的家人生病急需救治，或者遭遇亲人离世等突发状况而急需用钱时，这种救命钱是可以考虑借出的。但若是因为生意周转不灵，
或者想要创业等原因来借钱，那就一概不能借。毕竟，你没有义务为别人的商业梦想买单。如果你认为朋友的生意确实有前景，那么不要选择借钱给他，而是可以通过投资、入股的方式参与其中，这样未来还能获得相应的收益分成。你要清楚，你既不是银行，也不是自动取款机，更不是信用卡，没有责任为他人提供无偿的资金支持，尤其是对于朋友和家人。借钱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，反而可能会使你卷入他们的经济困境之中。如果他们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，那么就不应该向你开口借钱。7. 不要轻易分享自己的成功。在生活中，不要随意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成功，因为有很多人内心狭隘，见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尤其是那些不如你的人，往往会嫌你穷，怕你富。当你表现出色时，他们会觉得自己相形见绌，进而心生嫉妒，甚至怨恨。在职场中，更是要严守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，切不可随意透露。如果老板得知你的家庭经济条件不佳，就可能会认定你不敢轻易辞职，从而对你肆意压榨，不仅不给你加薪，还会不断增加你的工作量。所以，在职场中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，不要让别人轻易看透你，否则就容易被他人拿捏和利用。我们要有底线思维，同时也要注意，不要轻易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他人。正如卡夫卡所说，当你有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时，最好连神明都不要告诉，因为一旦家人知晓，很快亲戚也会知道，最后可能全世界都会知道。从古至今，那些成就大事的人无一不是守口如瓶的。以前我总是满心期待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与帮助，每当有了好的想法或计划时，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你努力奋斗取得成功，他们表面上可能会对你说着鼓励的话，但内心却可能在盼着你失败。当你成功时，他们可能会来求你帮忙，而当你失败时，他们又会事后诸葛亮般地说，早就料到你不行。所以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默默藏在心里，即使最终没有成功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而如果成功了，我们便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熬出头了。不要向别人诉说你的计划，而要向他们展示最终的成果。8. 不要急于赚钱。一个人如果过于心急，不仅难以赚到钱，甚至可能连朋友都失去。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急于赚钱的程度来大致判断其财务状况。那么，我们究竟应该与财务状况好的人一起去赚大钱，还是与财务状况一般的人合作呢？其实，答案是两者都需要，但要有所侧重。在谋划事情时，最好与财务状况好的人一起，因为他们通常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和资源，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形势，识别机会与陷阱。而在具体实施行动时，则可以与财务状况一般但执行力较强的人合作，他们的冲劲和行动力能够推动事情的进展。财务状况不好的人往往急于改变现状，容易在慌乱中错过真正的机会，甚至将陷阱误认为是机遇。而财务状况好的人相对沉稳，更懂得审时度势，不会轻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。所以，谋事与财务状况好的人合作，做事与财务状况一般的人携手，这样我们就能既获得智慧的指引，又能保证事情的高效执行，从而实现良性发展。虽然这个道理看似简单，但真正理解和践行起来却并非易事。9何时
不要忽视人脉的价值，不要忽视自己的优势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都渴望能够遇到贵人相助，实现命运的转折。然而，贵人为什么会愿意帮助你呢？关键在于你自身要有值得被利用的价值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父母会无条件地给予我们帮助外，其他人的帮助往往都是有原因的。所谓的贵人，通常是指那些有实力的大佬，他们看中了你身上的某种能力或资源，认为可以借助你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，而你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机会，充分展示自己的价值，在帮助大佬获取利益的同时，也能让自己从中受益，实现自身的发展。这绝不是说会有大佬莫名其妙地看你顺眼就给你转账100万，那是不现实的。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，成为人上人的，无一不是精明之人。他们在人脉交往方面非常现实，深知人脉的本质就是相互利用。当你有利用价值时，身边自然会围绕着许多朋友，而一旦你失去了价值，朋友可能也会渐渐离你而去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不必抱怨，因为这就是社会现实。真正懂得人脉经营的人，绝不会等到需要求人办事时才去送礼，而是会提前主动地送出人情，不求回报，也不附加任何条件。因为他们明白，一旦让有实力的大佬欠了自己的人情，对方日后一定会加倍偿还，不用担心大佬会占你的便宜而忘记回报。一个懂得感恩、会还人情的人，才能赢得更多人的帮助。相反，越穷的人往往越喜欢占小便宜，他们总是试图通过人情关系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愿意花钱，结果到处欠人情，最终导致人脉越来越差，自己也越来越穷，还自以为很聪明。而有钱人则懂得花钱解决问题，避免欠人情债。所以当你真心想要与大佬建立良好的关系时，就会发现人情并非那么容易送出。如果大佬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，根本不会接受你的巴结，因为他们不想被你利用。比如你送给他一些不值钱的土特产，他可能会担心收下后你会有所求，从而拒绝接受。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会让你感到轻松自在，但向上社交时往往会让你感到自卑和焦虑。有钱人不仅希望与其他有钱人结交，更渴望结识各种有利用价值的人。例如，当一位医生在大佬的儿子肚子疼得满地打滚时，能够及时告知大佬不用担心，并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。或者当大佬想要在 YouTube 上经营个人品牌时，你能自信地告诉他你对此很在行，并迅速提供帮助，那么你就很可能成为大佬的好朋友。总之，结交贵人的关键在于向上社交的过程中，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，并将其充分放大，然后主动让贵人利用你的优势。当你不断地向这些比你强大的人送出人情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人脉会越来越广，愿意帮助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，事业也会越来越顺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谈条件，因为只有不求回报，额外给予的才叫做真正的人情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为您带来启发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别忘了订阅佛禅，获取更多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